那么中山站台北捷运的这个台北车站中山站那造成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后来这个张文嫌犯呢，后来自己从楼上掉下来那到底有没有境外势力介入？那内政部长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内政部是管警政署管治安的那说呢要查办模仿的讯息，因为很多人怕，英文叫做 copycat， 就一直有一个就大家就模仿甚至有些人可能搞不好心里面本来就有这种隐藏的这种意念然后看到以后就有样学样就最怕这样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北车北捷已经有4个死了嘛，包括那个张文，所以网络居然有很多的恐吓贴文，我也要干，我也想干他把我想干的事都干了等等，搞什么所以呢，这个警察现在也很紧张那这都是等于是有增加社会的紧张气氛嘛那为了防范模仿所以呢，高检署强化警察跟检察官应变联系机制，因为很多时候你警察要干嘛，还要检察官同意甚至要法院同意那另外呢，中科一个营业员姓张，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说这个不一样吧，同伙表示失败，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呢，检方认为有勾串共犯逃亡及反复实施恐吓犯罪的这个疑虑，所以呢，把他申请羁押禁见。那台中地方法院裁准因为目前这个时候你最好少搞这东西，就像那个酒医完了以后，你飞机上你只要稍微嘴巴讲一下，立刻就被飞机给你停下，把你就是要起飞还没起飞的时候，把你这个送给警察去侦办所以这个时候少搞这个，少去讲这些话，去做这种。那因为这个北捷的杀人，它是巨细靡遗因为很多报道非常详细，所以呢，牧师就担心说会不会到时候大家学如果这样，这个黄明正牧师担心有模仿的效应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讲得太详细，也是怕那又不能不评论，但又不能讲的好像哇，这个大家可以有样学样，不可以那另外呢，北捷也收到炸弹预告，说1点半要引爆，那所以搞得台铁说共构车站全面戒备大家只要一受到威胁，你也不能，你虽然明明知道它是恶作剧，但也不敢不防尤其最近要特别小心。我们看一下。警察登门按铃好几次，男子才裸着上身开门，似乎浑然不知自己6度写信到总统信箱，威胁火攻双北市府、新北地院等官署，成了警方锁定目标。警方在他住处扣得酒精和计时器，都是火攻不可或缺的材料。这名新北三峡的王姓男子对政府抱有强烈敌意，更因为亲人遭诈骗将近800万元，对时事不满，被警方逮捕后裁定羁押。张文事件发生后，模仿效应层出不穷。截至目前，有20则随机攻击讯息，像是这名台中自称张文同伙的男子，扬言要在板南线发起攻击，也被警方火速逮到，裁定羁押。不管是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大概陆续呢都已经移送到地检署来做侦办，而且我们不会停止，会继续侦办下去。但揪出这些人，只有及时遏止作用。如何防止高风险族群无预警犯案和饭后辅导才是政府当务之急。本案并不是属于涉案网的这一个过去的的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涉案网里面，我们现在又扩充2类第一个是独居老人，第二个就是这一个比较可能高风险社会孤立等等这些部分，我们会来本部会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研议。再多的法办与羁押，没补涉案网破洞，难防下个社会炸弹被引爆，只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志刚。事实上，像这一类的孤狼式的作案，还有它的规划，基本上在我们的涉案网里面就很难把这个抓出来。因为包括你看张文过去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包括在军中，我相信也是适应不良。然后再在保全也被透露出，在保全员的工作当中，第一个跟同事吵架，跟住户吵架，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处理事情大小声，也是2个月不到就被开除，所以他在整个的社会上的适应是极度的挫败。那基本上也只剩他妈妈每3个月给3万块，就平均1个月1万块，给他生于元首。
所以他要做任何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就是一意孤行，没有人可以去跟他聊天，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他想这样做，就一直像一个倾斜列车般，就一路了往他这个暴力行为去做。所以这一类的朋友，然后还说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阴谋论，然后又说是不是跟这个受到境外势力的指点？那警察查出来，他连手机就只有2个人，他跟境外势力怎么联系？所以用这种方式再去做一些政治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那这样回到重点来，就说我是呼吁这些很多朋友，不管是自己好玩也好，恶作剧也罢，少干这些无聊的事情。就什么现在在评论上说什么1点半，今天1点半要在台铁放炸药，那你这不引起大家的公共恐慌吗？那事实上还有警察在查，其实我们的网络警察的查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在报案之后，他可以很快的知道说是哪一个节点在这个地方，可以查出是在什么地方去发这个讯息，赶快逮捕到案。所以这些无聊的模仿犯，或者只会躲在键盘后面发生的去恐吓大家的，我觉得是最不足取的一群人那所以你这样在社会网，像他还年轻，我们一般的社安网都是比较是比如说孤老、长者或者是在本身具有高风险家庭，但是很少像这种年轻的跟社会隔绝孤立的，你怎么去社会的角落找到他？他基本上也不想让你找到，不想让你找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加强大家对公共安全的警觉教育。比如说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要怎么去看到奇怪的人在做一些事情之后，怎么样第一个反应？然后我们公共的这些警察也好，或是公共场所保全员也好，看到这一类的反应，我们要如何反应的速度加快？我倒觉得这个部分大家是可以讨论。那至于去说什么黑警察，说什么警察什么动作慢，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当时的一些讯息都非常的多，而且没有多，而且还不清楚那个是一个人行为还是多人行为。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可是不是2组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当时的讯息非常多。那警方在第一时间都去赶赴到现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再去黑警方，说警方这个不利那个不好，我就觉得真是大可不必。如果你要换说，如果你是警察，你会怎么做？你是警察，你在第一时间之内，你的这些作为是不是能够保护自己？是不是能够把他查到犯罪？所以我觉得这些政治人物或趁这个机会去打击蒋万安、打击警察，我真的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我要提一下，今天早上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就换行程，原来的议程不是这个，他就换这个专案报告。然后呢，相关的内政部长来了，警政署长来了，法务部的次长来了，卫务部的次长来了。这里面我觉得他基本上就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不是网络上讲的什么第5中队，没有，最少到现在为止不是没有。国安局副局长也证实这一点了，不是空空。第二个不是空空，不是有规模的说这个后面有一个主导者组织犯罪来空空，没有，不是。第三个，他界定说这个是孤狼式的单一事件，就是所以我就问了内政部以及这个国安局，到底是治安还是国安？这个差别很大哦。他们给我的答案就很清楚，就是治安。治安就是因为这个人，老实讲，这个人就很孤僻嘛，也接近社会边缘人，所以我问了卫福部的次长，我说他算不算社会边缘人？我们不是一直强调哇，卫福部多棒啊！我这里面有这个社会安全网要推出来2.0，要花几百亿什么之类的。好了，一看他的这个社会安全网里面是针对什么？是针对穷苦的啦、老的啦这些，没有把这些人，就是社会边缘人或者心智有问题的这些人，这个来框进来。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回去啊。另外一个要回去讨论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提案，我说他这个烟雾弹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烟雾弹没有管制任何人去随便都可以买我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回答就是这个东西愣了一下，这个警政署长说也不能全部把它禁止因为有些人需要什么。演电影的需要烟雾效果这个什么，这个好的这个例如说这个元旦或者是农历年有大的事情来发生，他们就是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所以你也不能，所以我就要求他，那能不能够我们退而求其次，实名制？我认为实名制是
非常可行的，就是烟雾弹以及信号弹。你看到这一次的张文，他放了烟雾弹，放了几处，这很严重了。你可以看到他放完烟雾弹，后面准备要播汽油弹了。所以这个烟雾弹的管制，我觉得是有必要的。现在看起来社会是往这方向走。最后一点我要提的，已经有人在提到了，像白佩斌就讲了，这个随意杀人，类似郑捷这样子，随意杀人的目标就是什么？就台湾的社会人都是他的目标他没有一定固定目标，说针对你、针对他，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这样。所以死刑一定要维持住啊，不要实质废死。所以有一句委员提案了，说这个如果是这个无期徒刑的话，不得假释，要关到你走的那一天，终身监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另外一点小小补充，我昨天搭捷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都比较紧张我看旁边的人看起来比较紧张一点我觉得有紧张是好的啦，因为台湾实在治安太好了，有时候大家会疏忽了。对啊，就是说这个国外如果没死刑，他们都有终身监禁，我们没有啊，我们最多就是这个无期徒刑嘛。那问题是很多时候还可以表现好，还可以这个假释啊等等，所以就变成说你又不死刑，又没有终身监禁制度，那杀个人又怎样呢？那当然这个情况不同了，这个情况他后来自己的这个坠楼了那基本上呢，你社会还是对那个犯罪要有一个嚇阻的这个力量。你如果嚇阻的人都拿掉，只顾虑到说加害人要有人权，那被害人人权谁来管？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台湾发生这种事情呢，也撼人惊闻了那国外的话呢，经常是有恐怖组织在后面，对，因为宗教的理由啦，或是恐怖，所以国外发生事也是要厘清，到底这是个案还是有组织的方案所以呢，北捷这个随机杀人，也有人说，是不是第5纵队老共是不是在后面故意要造成台湾社会的动乱？内政部长说，跟境外势力较无相关，他不敢说他较无相关就目前看起来没有证据的就是他一个人干的呢后面可能也没有人指使他那现在已经4个死了，包括他自己嘛，所以赖清德说要加强反恐训练，要强化反恐训练要内政部警政署跟各县市警察局要强化快速打击部队的功能而且朝反恐警力布置训练因为以前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反恐的，觉得这恐怖分子在台湾干嘛呢？也很少那另外呢，要不要发细胞简讯来防恐共？刘世芳说要厘清范围对象，避免恐慌比如那天可能大家都离开那个车站捷运站我知道那天很多人就计程车生意大好，很多人就宁愿不搭捷运去搭计程车了那另外呢，这个刘世芳说小局书要更新采纳应对暴力事件，因为小局书里面只想老共打我们怎么办地震怎么办没有想到暴力事件怎么办所以呢，许多人就建议了，说呢，小局书叫做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是不是呢，也能够把这些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民众该怎么样能够放进去那因为马上跨年啦，跨年之后很多人去年轻人每个地方都要跨年原来是从台北开始，后来现在台北也有，新北也有，桃园也有，台南也有，高雄每个地方都有，台中也有所以都有晚会，都找了不同的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表演者所以呢，说要地毯式的维安要注意我记得那时候这个纽约的这个时代广场跨年，我去过一次，哇，大家年轻人很喜欢去，为什么？说只要一开始想到19、87到了跨年的时候，旁边的女生你可以亲她一下，这样。所以呢，有没有听过？有嘛所以呢，很多男生很兴奋的但是现在听说很惨因为他人很多万人去了以后不能出来，对，恐共了，所以说要包尿布，所以要包尿布甚至不能喝水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这恐怖分子虽然极少数人造成大多数的大家的这个恐慌，其实恐怖分子想的就是这点，就让你恐慌所以现在要变成地毯式的维安，所以要加派很多的警力警察也倒了霉了。反正说呢，内政部说过年前重大活动有137场。每个地方不同的活动，说呢，部署警察跟这个义警等等民力17000人次要部署这样部署那当然了，这个派出所所长说呢，说不是殉职才值得尊敬了
哦，你不是说一定要死了，干嘛一定要人死呢？死了才尊敬他哦。那平常呢，好像大家就不尊敬哦。那另外呢，这个说当天是下班尖峰时期嘛，而且交通都瘫痪了，说大家都跑，只有他们往里面冲，谁还是警察往里面冲嘛？他职务在身，所以讲嘛，所以已经有很多人下班了，他值班已经听到命令，还是往前冲，所以来不及去领枪啊等等之类的哈，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我们看一下。北捷攻击事件是否定义为恐怖攻击？警政署长不认同。你会定义它是恐怖攻击吗？我想这个还是有一段距离。好，那你会随机的一个袭击事件。但无论哪种样态，警力都得冲上第一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过现在也传出有捷运警察爆料，当天附近车站的执勤同仁无线电完全没听到通报有状况，而避免憾事再发生，有立委建议检查旅客行李。攻击的物品是不是有可能来做科技执法？这个部分，谢谢委员的建议。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从源头处理，也就是在这个公共运输系统，比如讲像高铁、捷运、台铁这只要进站只要是进站的这些入口，是可以用 AI 的这个设备来对于危险物品的一个这个先期的发现。倒是交通部面有难色，毕竟大众运输系统出入口并不少。另外，日前蒋万安也建议，未来若不幸碰上类似状况，规划发送细胞简讯。如果你明确定义不清楚，没有办法界定范围的话，引起不必要的猜测跟恐慌，更何况人潮汹涌，来来去去人不一样，那你这次的范围你不晓得嫌犯到哪里去啊？听起来中央和地方还要再沟通。至于张文是否跟第5纵队有关，因为第一时间网络上也有不少影射张文跟大陆关系密切的贴文。目前这个个案还在侦办当中，一切由地检署或者是警政单位对外来说明。案件未查明前，国安局先把球丢回给警政署。那戚凯，这个小局署怎样？要加这个恐攻啊？小局署这个基层的反弹非常的严重。为什么？我最近在基层这样走，拜访里长啊，一些社团、这些民众，他们就主动拿给你看啊。他说进户是讨个派给，信不信啊？两岸本来好好的啊，你先把它搞得这么紧张，你现在又发一个小局署给我说要打仗了，啊，你不是要人民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吗？他们就讲，你现在不要一直在发这个，不要吓我们，也不要害我们，小孩子要去上战场，你应该是让两岸是可以和平的，我们不要打仗嘛。所以民进党好好再想一想，不要一直在讲这个要送什么小局书，他们还要求呢，那个里长没有去发了，一些工作人员没有去发，被惩罚了。这种民间的怨声载道，影响，请民进党注意一下，不要一直在搞这个小局书哈。那另外，张文这个北车啊，跟这个中山这个捷运啊，这个杀人这个事件，然后讲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哈。从那个社会学去研究，以前如果发生比较重大这个事件，大概13天内大概都是风声鹤唳的，而且它感染力那种传染会非常。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一个疗伤的阶段。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多一些好消息，不要传播一些坏的消息。什么叫好的消息？我觉得蒋万安这几天做得很好，包括这个于先生啊，他英勇的于先生。他挺身而出，牺牲了生命，可他救了很多人啊。然后我们把他送进忠烈祠，这就是一个社会上很正面的一个好的这个消息。另外一个比较振奋的，就是一个黄小姐，她在提到说，她当初在这个被砍伤的时候，有一对父女，两个都是医生，现在查出来了，都台大医院，台大严罪生严医师跟他的女儿啊，他们没有往外跑，他们是停下来要帮大家帮他包扎那个伤口。还有把整个这个民众怕他分类，所以他非常感动。这个黄小姐就提出了这个事情。那后来蒋万安就透过市政府去查，找到这个严医师啦。像这个都是很感人的。而且那个蒋万安提了，他说，是不只是严医师他们妇女是这个无名英雄，他说连这个黄小姐也是。他说黄小姐身体已经受伤了，可是他是一直跟医生讲说，那个比我更严重，赶快去救他们。然后去帮忙，大家互相的那个整个那个慌乱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人性的那个善的那个一面。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这样的。于先生这种进忠烈祠这个事情，严医师还有这个黄女士、黄小姐这个正面的消息，我们要多一点。相对的，这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些感染，因为这种恐怖、这种杀人这种事件，一定会有一些像传染病会感染，所以不要去乱猜测，或者尤其不要去传错误的这个消息。你看昨天先传什么？有一个彭姓的这个女子。他在高铁上面说他说他算出来的啦，他算出来，然后高铁这一班会爆炸，弄到后来警察都上去，高铁停下来哦，警察全面进去哦，前面清查以后，
发现整个清查确定没有炸弹才能够解除哦。这个彭小姐就被用恐吓罪就起诉了。你看多离谱事情。然后今天我们紧张，我们在录影前说1点半是捷运，我们也是紧张好长一段时间。拜托，我们欧北部这个都是恐吓罪。昨天那个刚赵大哥在讲那个张姓的那个男子，他在脆上面留言是怎么讲？他说原来的计划是在板南线板南站你中山站那边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你跟阿公计划不是这样子，然后在板南站里面都有。后来这个人在台中被抓到了，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都是恐吓罪。昨天晚上深夜这声压已经都压起来，然后这1、2天你又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一些传言都出来，还有人在捷运旁边说我有枪。根本就没枪啊！你这个，所以现在整个情绪是波动。所以我刚刚在讲，不要乱传，你乱传的话有恐吓罪，而且会造成这个恐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多一点好消息，少一点坏消息。拜托一下，不要乱传消息。事实上，也有在讨论，比如说事情发生之后，像这种突发事件的细胞简讯的问题，但是在技术上面要去做一些思考。比如说这一类的案子在发生之初，也许状况还不是那么明显。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去发细胞简讯，会不会让大家反而造成一些恐慌？或是说，人潮会不会很快的往外拥挤？在这个拥挤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一些人身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怎么去发细胞简讯，怎么样让这个范围能够界定，让大家接到这个时候能够有个有序的去做疏散，我倒觉得这个东西在技术层次上可以思考。第二个。大家现在讨论说是不是要进站要去做一些什么盘检？我倒觉得不必啦，我倒觉得真的不必这样做啦，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单一的突发事件不要因为这样的单一突发事件改变大家原本比较宽松的心态跟自由环境，不要过度恐慌，因为这是单一事件很快就落幕，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恐攻或是恐怖组织，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讨论就是说可以提供一个想法，但是我真的建议我们的警方不要去朝这个方向去做。那至于这 AI 辨识可行，但是那个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棍子、刀，就在形状的辨识上面，会不会造成很多的误会？那会不会造成很多民众的困扰？我倒觉得这是要思考。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些情况之外，还是让大家对于面临到这些突发事件的一些演练，包括我们商家，比如说星巴克那天的反应就很好，他立即把这个铁卷门挡下来，还有一些百货公司人就迅速把一些顾客往这个储藏室里面，把它这个来去做一个安全的保障。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演练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相关的人在营业中的场所要怎么样进行？那这总比去盘查大家的行李来的实际的多。休息一下再回来。